乌克兰的大反攻到现在已经有10多天了，俄乌双方在多条战线展开了对攻，但是位于南部战场的扎波罗热显然已经成为双方交战最激烈的地点，甚至一度传出了豹二坦克被击毁的视频。那么现如今前线战况究竟如何？咱们接着往下看。先来看一下双方在扎波罗热一带投入的兵力吧。俄方投入兵力约8万人，主力呢是第58集团军。该集团军成立于1995年，是俄武装力量中编制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合成集团军。曾在第2次车臣战争中一战成名，当时的总司令正是俄军现任的总参谋长、俄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格拉西莫夫。在2008年俄革战争爆发后呢，第58集团军作为主力，在5天内解决战斗，引发了全球关注。将这样一支王牌部队部署在前线，足以看出俄军对扎波罗热的重视。而乌军方面呢，则投入了6个旅近2万人的兵力，配备有德国的豹式、英国的挑战者和法国的勒克莱尔主战坦克，后方还有5个预备旅，随时准备补充。其中呢，主力为乌克兰的精英部队第47机械化旅。乌军第47机械化旅前身呢是第47突击营，成立于2022年4月26号，是俄乌冲突爆发后成立的全新军事单位。在组建并接受全面训练后，被转移到巴赫穆特附近进行作战。在成功的完成战斗任务后，这支部队得到了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的认可，下令将其扩充为一个成熟的突击团。在3个月时间内，第47突击营转变为第47突击团。2022年10月，乌武装部队又下令在1个月内将该团改组为第47机械化旅。随后，在北约军事专家的指导下，第47机械化旅在乌克兰和欧洲的训练基地进行了密集的战斗训练，为接下来的反攻做准备。据悉，该旅全员配备了先进的西式武器装备，包括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和豹二坦克等等。目前的战事情况是，面对俄方精心构造了7个月的3道野战工程结构防线，乌军是打得非常吃力啊，但仍然完全突破了第1道防线，局部突破了第2道防线，但为此呢，乌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本次反攻中，乌军的目标主要是2个方向，一是库班方向，2是大诺沃希尔卡方向。这2个方向的进攻是彼此独立的。其中大诺沃希尔卡是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的交界处，距离扎波罗热仅有10公里，而且这里有多条公路交汇，又是俄军在战线上的一个突出部，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乌军在这方向的进攻很明显是为了削平俄军在这里的突出部，为扎波罗热方向的进攻清除侧翼威胁。乌军在这方向的进展最大，已经一连突破了俄军2道防线了，推进的最远距离达到了10公里，占领了包括乌涅斯库奇涅、布拉霍达特尼等11个居民点，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马卡里夫卡。从马卡里夫卡呢，可以直下扎波罗热。根据俄罗斯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俄罗斯军队在战斗中失去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和人员，乌克兰军队搭建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用火力歼灭了敌方士兵，俄罗斯军队被迫撤退。至此，乌克兰军队在该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且由于扎波罗热地区多为平原，有俄方分析认为，如果乌军接下来再次展开大规模行动，俄方很可能会放弃前线村庄，后撤到防线后方，后方地区属于高地，更有利于俄军防守。而库班方向的乌军呢，规模更大，意义也更重要。这里的地形呢，比大诺沃希尔卡更加平坦。如果乌军能够在该地区突破俄军的防御，就能够直插梅里托波尔和比尔江斯克，动摇俄军在扎波罗热一带的防线，进而威胁到驻乌南部地区的俄军后勤。但是面对俄军的雷区和重重防线，想要凭借钢铁洪流一路突破，显然是不现实的。早在4月份，咱们就提到了俄军在扎波罗热修建的3条防线，每一道防线都包括了4条战壕，并且阵地前沿都是各种铁丝网、龙牙障碍物，而且还包含了反坦克地雷和反步兵地雷等。这也让乌军的进攻十分谨慎，其进度也较为缓慢。在这次进攻中，乌军也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俄罗斯国防部从6月9号起每天公布战报，汇总3天的战报，称俄军共消灭乌军上千人，击毁乌军坦克58辆、装甲车200辆，击落直升机2架。不过由于此前俄罗斯的假消息实在是太多了，此次战报的公布的可信度有多高，大家还是自行判断吧。就像瓦格纳首领普里戈金说的，如果相信俄国总参谋部的报道，俄罗斯已经占领地球5次了，因为他发布的战果累计起来已经超过地球人口5次了。而乌克兰方面呢，由于在发起反攻后对战场信息实行了严格的新闻管制，未经允许任何新闻媒体和个人都不得发布战场消息，因此是很难得知在这次反攻中乌军究竟有多少损失。但从当前流传出的前线照片和视频来看呢，乌军的装甲部队在扎波罗热损失还是挺大的，至少有数辆的豹2坦克和10几辆的 M2 运兵车被俄军击毁。但幸运的是，流出的视频显示豹2坦克的舱门是打开的，这代表乌军的装甲兵可能已经逃出升天了。毕竟对于乌克兰来说，保持人力完好才是作战必须顾及的目标。或许是由于前几天损失，乌军在库班方向上的进攻已经陷入停滞，但俄军并未放松警惕，包括车臣营、敦豪五旅在内的多支俄军精锐部队被调往了库班一带防御。除此之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扎波罗热大反攻中，俄军第35集团军参谋长切尔盖·格里亚乔夫少将被曝阵亡。几名俄罗斯军事记者称，格里亚乔夫很可能是被英国提供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给击中的。据了解，现年52岁的格里亚乔夫是一名战功卓著的军官，他参加过第2次车臣战争，并领导过驻扎在摩尔多瓦地区的俄军部队。去年刚从上校旅长升为将军。除了这名少将之外，至少还有另外3名俄军军官阵亡，并且就在几天前，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向俄新社表示，俄罗斯副总理兼工业和贸易部长丹尼斯·曼图罗夫在视察赫尔松州时也险遭袭击，乌克兰军队发射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命中了几分钟前他所在的位置，这是否意味着乌军新一轮的斩首行动已经开始了？另外呢，乌军前线反攻的开局不利，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此轮反攻已经失败了。毕竟这战线可是实实在在的推过去了，而且即便是如此损失，对于乌军而言还没有到伤筋动骨的地步。五角大楼泄密文件显示，西方至少向乌克兰提供了1800多辆各式坦克、装甲车和步战车。目前乌军仅损失了少量的豹2坦克，剩余的装甲部队仍可以掀起一场反攻的需求。其次，北约为乌克兰训练的7个北约旅，目前在前线上只出现了2个，另外7支部队和乌克兰自行训练的3个旅，至今没有出现在战场上。这些精锐部队的动向值得俄军警惕。另一方面，乌军常用的打击武器也呈现收缩态势。最近几天，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不少俄军的卡52直升机打击乌军坦克的视频。对于俄军武装直升机的轰炸，乌军缺少防空导弹，难以应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除了防空导弹之外呢，理论上乌军手里至少还有一部分的苏24和苏25攻击机。但面对前线地面部队遭到俄军轰炸的现状，乌空军却诡异地陷入了沉默。这与5月中旬乌军在俄乌边境大胆偷袭俄军战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大兵猜测，乌军很有可能是在等待机会，憋一波大的。例如在去年在赫尔松之战僵持的时候，乌军反手进攻哈尔科夫，因此在其他战线对俄军的试探就很有必要了。除了扎波罗热之外呢，乌军也在别的战线地点发动了进攻，有的是营连规模，有的是旅团规模，带有明显的试探性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乌军再度反攻巴赫穆特。乌克兰武装部队东线司令部发言人谢尔盖·切雷瓦蒂在电视广播中通报，6月10号当天，乌克兰军队在巴赫穆特的反攻中，在不同地段推进了1400米。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1天内推进过这么远了。他表示，乌军是在利用俄罗斯人进行轮换的间隙展开反攻的，但当地的俄军部队也在积极防御，用火箭炮对乌军进行了330次炮击，同时还进行了8轮空袭。但乌克兰的情报系统可以确保乌军对俄军的情况了如指掌。乌军发现这些参与防御和反击的大部分是陆军和空降军部队，在已知对方兵力、指挥官和作战风格的前提下，乌军未来在此地的反攻恐怕会更猛烈。
据统计，在过去的1周，乌军在巴赫穆特地区左翼推进了 1.5 公里，在右翼推进了 3.5 公里，收复了16平方公里的土地。而除了巴赫穆特和扎波罗热之外，实际上乌克兰还有一个进攻方向，是从卡缅西克出发，沿着第聂伯河左岸向扎波罗热核电站和赫尔松方向进攻。但如果库班方向没有进展，该方向呢，就算打进去也没有用，一面靠河，另一面是俄军，侧后威胁严重，很容易陷入包围。因此该方向目前只有牵制性攻击，只有乌军真正的突破了库班方向的防线，威胁到托克马克以西的俄军防线，卡缅西克方向才能真正开始进攻。综上所述，对于乌克兰来说，库班托克马克方向的进攻是整个扎波罗热反攻的关键，只要在这里打开局面，剩下的反攻就会从容许多。最后插一句题外话，北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航空演习空中卫士2023在德国已经正式开始了，将从6月12号持续到23号，已经宣布有来自25个国家的250架飞机和1万名军事人员参加，其中有100架飞机和2000名人员来自美军。演习期间计划进行约2000次飞行，大部分位于北海和波罗的海上空。美国现役的 B-1B 战略轰炸机、F-22、F-35 以及其他国家空军现役最先进的轰炸机战斗机都将挂载实弹参与这次军演。北约此次军演在时间上恰好和乌军的大反攻重合，其意义是不言而喻。大家认为乌克兰的下一步反攻将会如何进行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